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时界文集，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立刻关注黑神话悟空的效应啊！今天的台股哦大涨啊，真的是一只猴子救台股哦。来看看今天相关的黑悟空，黑神话悟空啊，其实黑悟空现在已经被绿营给抹黑了这个词哦。黑神话悟空的概念股狂喷，微星甚至攻上了涨停哦。国内的显示三卡的这个三雄，显示卡三雄今天开盘直喷哦。到了9点半的时候，华硕甚至高涨了8.47%到563块，技嘉、微星啊也都是连日的上涨行情哦。那微星是直接拉上涨停，那显示卡的散热厂像是双红啊，还有这个尼德科、超重啊，他们也都是上涨，甚至动力 KY 也是亮灯涨停哦。那你看看现在这种关键字在什么 Momo 啊、PC Home， 你打黑神话悟空哦，直接都会告诉你说，主打跑得动黑神话悟空的这种主机哦，好多款全部都这样子，大家开始在抢购当中哦。那这样子对于赖清德来说，怎么会这样子嘞？你想要赚人民币吗？这是大逆不道哦！所以这些厂商现在好像也没有在管它了，因为毕竟这就是市场行情。难道你也要说这些台股通通都在赚红钱吗？赚人民币吗？但你这是势头，你挡不住嘛？大家都想要玩这一款这种3A 级的大作哦。那再来，现在很多人哦就在那边搜寻，如果不换主机有没有办法？如果我用苹果的话，不能用的话，还有没有什么办法？现在很多人跨区想要去这个华为云端哦，它现在有一个新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云端那边帮你运算哦，然后你就用你原本的苹果电脑，或是用你的这个跑不动的主机，只要你连上了华为云哦，就可以，就是它是用这个日租价格，或者是说1小时来算，新用户的话是29.9人民币一天，那尝鲜价最低也可以1.2元1小时哦，无论是 Mac 或是低配置的电脑，都可以在云端帮你运算行音，只要接收画面就可以了，所以解决很多人换电脑的问题哦。那再来，这个过去其实都是美国独揽这种角色 IP 啊，但是现在这一位天命人，也就是这个悟空的角色哦，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最夯的 IP， 因为他那时候他们大陆叫做手办呐，其实我们叫做公仔啦。那其实他这个手办礼盒上架人民币1999元哦，但是现在已经炒到了破万元的价格，甚至还有人喊出不议价，大家都愿意买单。所以这个角色 IP 的这个经济啊，正要大爆发。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黑神话悟空持续在刷新纪录哦，首周6天预估销量是1500万套。那销售额大概是8亿美元，直接追平了去年非常热的《博德之门3》全年的累积销量哦。那这个成绩也是在这个游戏首周里面仅次于这个 GTA 5跟《决胜时刻》《现代战争2》。然后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记录哦，已经是还在刷新当中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游民星空有提到了，就说黑神话悟空哦，其实这个销量惊呆了外国的网友啊。他们讲说这个是有史以来销量最快的游戏之一。那我们列出这些销量，比方说像是漫威的这种蜘蛛人啊、战神啊，还有这个萨尔达传说哦，这个3天卖1000万套。台湾的观众朋友可能比较知道这个萨尔达传说，它这个其实也是缔造了一个记录嘛，王国之泪。但是它其实前一套那个旷野之息是卖得更好的，所以整体看起来好像有望可以挑战这一些历史记录哦。那现在目前呢，我们看看这个游戏科学的这个创办人冯骥，他其实持股比例是38.76%。那他第2大股东呢是深圳市游科互动企业管理公司，其实同样他也是实控人，就冯骥，他持股的比例哦，这个深圳这家公司哦是27.36%。另外还有华谊兄弟也在持股当中，还有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腾讯旗下的子公司有持5%的股市。那现在预估整体黑神话悟空哦，可能整个周边市值哦，创造出来的经济至少上看人民币100亿元哦，包含了像是这个推出周边的瑞幸啊，或者是说这个努比亚手机啊、滴滴清洁啊这些相关的，恐怕至少有100亿的商机。甚至高盛就讲说，光是黑神话悟空哦，他已经看到这个大陆游戏产业的一个转捩点，至少呢，应该可以上看到2000万份。2000万份的话，是直接可以突破这个
萨尔达传说的记录哦。那所以如果卖到2000万份的话，是可以进账50亿人民币，非常可观。那再来看一下这个人怕出名猪怕肥，昨天有传出一个事件呢，就 Steam 出现了大量的僵尸网路，就是有60个僵尸网路对 Steam 产生攻击了。因为我们前几天从上个星期开始，它每天不是在线人数都是220万以上，220万、235、241，然后甚至到300万嘛，就是因为你的成绩太好了，开始出现骇客攻击了嘛。这个 DDoS 的攻击让很多用户怎么都没有办法登进去，而且它是这种我们抓出来这个曲线波段，它是非常有规律的这样子来攻击，就是很多玩家没有办法登进去，让你没有办法再刷新线上人数哦。那据说有60个僵尸网络发动攻击，攻击指令一夜涨了2万多倍哦，所以现在目前这个攻击还在持续当中。主要攻击的包含了中国大陆、还有美国、新加坡等13个地区的107个伺服器 IP。那所以你看到现在这个状况，又有人要来攻击，然后另外又有人要来抹黑或者是报道一些负面消息，比方说有一些绿媒就要讲很多人在第一关都玩不过去，一直卡关，难度太高了呀，所以已经爆发了首波退款潮，甚至还有这种抄袭，就讲说有陆续有一些什么国画部落客什么工艺大师讲说你在抄袭他们以前的作品，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它正红，所以如果它是一个不卖座的游戏，其实抄不抄袭也不会被媒体大做文章，就是因为现在人红是非多，然后同样黑神话悟空红了，我才能够跟你来要一些版权，或者是我想要来跟你要一点什么样的这个权益之类的，所以这种问题这种新闻就也跟着浮上台面。那但是这个蝴蝶效应看起来相当可观，甚至影响到了我们台股。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就是我昨天看到统计，高盛就说最高可能会到50亿人民币，那现在一下又说到100了。因为高盛那个只算那个下载的那个贩售了。那你如果加上周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好了。如果他有周边的计划，那一定还会创出额外的收入啦。比如说那个音乐带他的音乐，还有他那个公仔会不会再制总不能只有典藏版1万多套吧，对不对？再制我就要买，对不对？还有我的朋友都买不到，对不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而且我昨天查一下，至少我8月24号的查的数字，它在大陆贩售的占比是81.3%，所以事实上它海外的销售还是蛮大的。那美国是2.5%那你当然可以说是华人居多。那即使是华人，那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在 Netflix 拍的《华灯初上》看的也很多是华人市场那等于它通吃实际上就表示这个领域它这个直接就结合到了未来这个3D 动漫电影音乐那把所有的产业都综合起来了。那搞不好也会有电影版，比如说这也可以真人演出那也会变成电影所以接下来大概他想了，大概是不是要拍《悟空2》啦，还有其他人也会跟进拍单机版，所以大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叫做这个3A 元年首发嘛那后面一定会有很多人跟进，因为你想一想，他这样成本才4亿人民币。那坦白讲，我从这里看，我就看出这个中国网络的相关人才的薪水其实相当低不然怎么可能只要4亿人民币呢？因为通常一个3A 的一支片子一般市场估计他花的钱大概是8000万到1亿5千万美元成本所以他花4亿人民币真的很便宜耶，而且可以做到这个画质，还有各种效果所以首先应该回去帮中国大陆的游戏的人才加薪这个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很多产业很多作品的出现就他创了一个蓝海的产业，因为这个产业以前中国大陆没有，都是外来的嘛。那现在开始变成本土开始崛起嘛所以我觉得未来他可能还会去 try 其他的形态比如说。因为它这个是黑神话，所以那个场景都是比较暗的，
因为我知道你有玩呐。我昨天看那个阿宅在那边连续直播5个小时啊。对啊，他真的是高手啦，所以看到他大部分的关都过了嘛，对不对啊？不像我们仔仔死了5次悟空这样。我那已经算不错了。是。不，我是说，未来它可能会有很多场景的一个置换啊，比如说可能可以到中亚地区了。那还有印度人说那个是猴神哈努曼啊，那也可以让他去印度啊，那他就国际性就会越来越强这样啊。它有各种延伸性啊。那当然就中国的神话来讲，那《西游记》只是其中之一啊。我觉得《封神榜》应该也不错。他已经有计划要做后续的，就是有姜子牙跟钟馗，它是3部曲，对嘛？就是这种，还有悟空2啦，悟空3啦。好，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我看到他的这个软实力的兴起啊，中国大陆软实力兴起，软实力基本上就是说，现在的软实力已经你的在台的话，已经不能说是比如说就是杂志啊、小说啊，或者一般的这些荧幕，它需要的是什么？像这种高科技的在台了，也就是像这个游戏、电子游戏，现在这么高科技在台。那在台，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这个悟空这个黑神话悟空成功会在大陆内部采取一个很大的一个效仿激励的，所以我觉得可以预见的话，那会卷出更多类似的产品，不见得是这家公司，别家公司也会纷纷投入。不过这里面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在它强大的过程中都是从硬实力再发展到软实力，很少从软实力走向硬实力的因为你现在有足够的这些硬实力，包括什么？包括拳头，还有包括什么？包括钱对，这些中国大陆现在都有了，那软实力就出来了。而且中国的文化事实上里面的素材我觉得它的这个所谓它的人性的共通面的比较多。它是中国文化本来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不断的在包容成长，然后里面有很大的差异的一个文化。即使你看中国大陆，基本到现在还汉满蒙族，然后大陆还有53个民族。所以它不会用一种民族的一个价值观去凝驾这个所有的价值观，所以它是中间就有很多在凝聚在整合的过程，就跟美国好莱坞的文化为什么在这个20世纪中叶以后就开始席卷全国，因为它谈了很多什么有人类共通性的，而不是偏向某一个民族的。比如说这次这个法国的这个奥运，它就很失败，为什么？它是代表法国的文化，那别的民族无法欣赏。就是说，觉得你讲这东西跟我距离太远。中国文化跟美国文化很像，它的 base 的文化的差异性都很大，而且它不断的在到共同性的这个整合。所以呢，就变成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大陆要做一个文化大国的潜力走出中国的场域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这个基本上的格局就够大，思考的面向就比大，文化的不同文化相互激荡的那个环境本来就在。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一次我看中国大陆这个成功我觉得这也不是突然掉下来的，因为我知道这些跟这个所谓动画跟电动也都很像。其实动画这个部分在我们台湾事实上也走得蛮快的。那就是说 animation， 事实上的话，我以前在国外后到海外后，我是考察过台湾的这个动画的发展。台湾事实上是不错的，后来呢，因为大陆设了一个深圳的这个所谓的 Animation Center， 很多人才就过去了。对，所以这里面除了这个科技人才这个整个要有会讲故事的，要有特效，要有科技，还有美术的人才，还有历史的专家，还有文学的人才在里面，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行销专家。所以这个你不要小看它，只一个这个电子游戏它里面各种人才都吹着。如果这个行业发达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会聘雇这些方面背景的人才，又找到一个新的发挥的天地了。好，来请教赖老师。黑神话成功了成功了，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里程碑。一般大家都估计说，在未来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域、这个产业，它的发展会无可限量。因为按照大陆的过去，例如说，当它在这个光伏产业，就是太阳能板成功，它就一直走下去了。它在高铁成功，它就一直走下去。其实大陆一直有这个特质，就是说只要有人身先士卒，
成功了，后面的就一锅就往前冲了。对，然后到最后，他们在这个领域中，他们就在全世界，他们就排名1名、2名，就这样子，跟美国或是跟当初最强的那个国家来去 PK， 那么就进入这样的一个竞争的一个时代。这个是大陆的发展的特色。那当黑神话悟空成功以后，我们看到台湾的一些绿营的，特别是台独的这些人，他们有人就是卯足全力在黑大陆的成功，这个黑了以后没有意义啊，因为你黑不了的。有人就是说，哎呀，退机潮，但是大家问说，为什么那个上线的人数越来越多，为什么卖的越来越多？那这跟你讲的又不一样。那为什么连台股都受影响了？因为大家要用 PC 来去玩，因为用手机好像比较困难一点，不可能，对不对？跑不动的，不可能嘛，所以都跑去。那因此呢，也就是它带动了另外一股产业了。那大家都很开心嘛。好，接着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炮制出来的那些是谣言，是谎话，然后他们却自己以为满意。可是当少康兄他就质疑说，我们台湾为什么做不到？这个时候就有人跳出来了，要不就是攻击少康兄，要不就是开始说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啊。可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你到今天都还没做到啊？你要先做到了，做成功了，成为台湾的一个产业，就好像说我们从蒋经国时代开始推3C，开始推半导体，我们做到了。但是问题是我们做到了，并不是你民进党做到了，事实上是蒋经国做到了。而你今天从来不说蒋经国做到，可是问题是在于，今天你的这种黑神话悟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3A 的，在国际间的，你还没做到嘛？你还没做到，你就不要说我们也可以做得到，你要做到了，你才能说我们也可以做得到。可是到今天为止，你还是没做到啊。所以你今天不服气，你就做出来给我们看，我们就期待着你做出来给我们看吧。可是我相信你做不到。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昨天的最大件事情就是中东开火了，而且现在这个两面夹击，以色列面对到了这个也门胡塞组织跟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两面夹击。那这个事情的发生其实是以色列说有掌握到真主党要对他们发动攻击所以他们就先行这个先发制人，然后就有一波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真主党表示，现在已经出动了无人机，并且发射了320枚卡优沙式火箭弹来攻击以色列，并且已经击中了11个军事目标。那他们这个冲突其实从7月份就开始了。7月27号，以色列就占领了这个戈兰高地，然后呢就遭到火箭袭击，然后造成12名的孩童身亡然后他讲说就是真主党动的手所以开始双方你来我往一路到现在，这个双方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已经造成现在目前中东整体的紧张局势彻底升温那我们看看紧张情势升高，真主党表示25号已经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报复以色列他们的这个以色列时报还暗示26号还有可能再进一步的升级这样的军事行动。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当然在这个时候要立刻站出来，就讲说力挺以色列美国现在在目前就是在中东这边的海军资产我们的图像上面也有显示出来，它已经开始积极部署啦，甚至连它的双航母都已经开过去要保护以色列了，像是罗斯福号还有林肯号这2艘航母还有舰载机这个护航的军舰都已经在这个阿曼湾还有他们的这个周边都已经在部署了，甚至还有一支 F-22逆踪的战机中队。那奥斯汀甚至公开的说，已经向中东加派了攻击潜舰乔治亚号，也已经往这边过去了。那美国的参联会主席他现在访问中东的3个国家，要防暴。他讲说，上周6其实已经到中东访问约旦埃及还有以色列，和各国的军事高层会面，要避免呢触发更多更广泛的战争。那布朗他讲美军已经向中东调动了额外的军事能力，那目的就是要发出一个强硬的讯号，还有这个威慑
广泛的冲突发生的一个可能性哦。那面对到这样的一个以色列的先发制人，真主党现在是狂轰火箭，白宫怎么看呢？他说支持以色列自卫，所以哪怕是以色列先发动的这个先发制人的攻击，可是他们说，没错，这个以色列他就是要保护自己，所以呢，他是支持以色列，站在以色列这一边的。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升温，恐怕也会成为美选的一大变数哦。现在目前全代会之后，贺锦丽的民调持续还在上升当中。那川普的竞选团队发出一份备忘录，就说预测这个贺锦丽的民调在全代会之后攀升，蜜月期还会有拉长的情况。那看起来对于川普的选情真的非常不妙哦。那9月10号他们就要进行辩论了。目前共和党正在努力让川普做好准备哦，因为他们知道说贺锦丽可能会打一张牌，就是叫做检察官对上重罪犯这样的一个对比盘来激怒川普哦。所以川普的反应该是怎么样才能够显示出，我不被激怒，但是我也不吞你这样子的一句话。那就是这个拿捏上面就变成现在共和党很头痛的问题哦。也就是说，接下来几周至关重要，他们要掌握住这样的一个话语权，避免翻盘哦，就是让这个状况就是持续的落居下风。那所以我们看一下，现在密西根小镇哦，因为不满加萨政策。那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密西根州嘛。那阿拉伯跟中东裔的这个民主党的选民讲说，他们其实对于拜登处理加萨战争的方式非常的不满，所以他们已经对于民主党没有信心不喜欢了，就渐行渐远。那贺锦丽现在就是得要想办法去挽回这边的穆斯林票，赢得他们的支持。纽时甚至也讲说，这个贺锦丽的老家伯克莱，那他却讲说这个是奥克兰。那为什么呢？就是他想要淡化一些他左派的色彩哦，就是刻意把他自己的这个老家讲成这个奥克兰，因为一讲到伯克莱，人家就想到说这个是左派的，所以他很怕吓跑中间选民，所以贺锦丽他也不是全然的站在赢面，他也需要淡化自己过去的一些问题，甚至是要想办法帮拜登的这些烂摊子来收尾。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贺锦丽就是烂摊子的一部分啊，他怎么收尾？事实上，你看到美国现在在加沙做了动作，我觉得给人家感觉就是在玩双簧嘛。比如说你对以色列在施压，希望他能够跟哈马斯好好谈判，那你把林肯号航母派去那边干嘛？而且你还派参谋总长去约旦，那摆明了就是怕伊朗会射飞弹给到以色列，所以你要协助拦截嘛。我认为美国基本上搞外交的没有一句话是可以相信的啦，军方倒比较可以相信了，他的军队到哪里，他就是要干那件事所以不管是布林肯拜登谁在讲什么，他希望以色列跟哈马斯好好谈，我觉得这根本就是虚的了。真的是什么？派了4000名陆战队到中东，然后所有的美军的在阿拉伯的基地目前正在盘点资源，林肯号航母到了以色列，然后参谋总长到了约旦，这才是真的嘛。所以你说贺锦丽能够把密西根的阿拉伯裔劝回来，我是高度怀疑啦。密西根的阿拉伯裔的选民有 1.5%， 那上次拜登在2020年的选举就赢2%，就在那一周。所以我认为 Michigan 这一周，如果这个中东的战火没有办法处理好，那贺锦丽要赢是很难的啦。而且我认为恐怕还不止这样这个我认为贺锦丽在昨天的那个 DNC 民主党大会，他已经利多出尽了啦，他眼前的通通都是利空就他要面对了比如说大学生就要开学了，那你中东战火你能停止吗？抗议有可能要开始。对就又开始搭帐篷了然后这些个别州的，就是民主党内部有分裂的问题嘛，就是中东的部分那他最好去祈祷，每天拜拜，乌克兰可以跟你撑到11月5号。我觉得乌克兰在9月搞不好就不一定撑得住那到时候他一样要面对还有联准会要降息不是吗？降息之后你就一再拜拜都不会通膨升高
因为联准会一直到11月，搞不好它会加到25码都有可能啊，它要降息了，降息啊。那降息现在中东又在战火，你说通膨不会增加，那我看贺锦丽也去拜拜吧，对。所以我基本上认为他是利多出尽啊，未来他挑战很多啊。好，来问介老师。其实这一次这个是以这个真主党在25号发了320枚火箭弹，攻击了11个以色列的军事目标。可是好像没有造成什么伤亡，对，所以就是说伤亡很有限。那就变成就是说，那这样子的打了这300多枚这个火箭弹到底什么意思？那很多我看西方媒体说，他如果打军事目标就不会讲伤亡，就不会讲伤亡了。对。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这种打法，很多这个分析者就是说，现在打的时候好像都是为自己人为自己国内的消费。然后就是说，前一阵子以色列又攻击了这个叙利亚，那叙利亚这个就等着真主党反击啊，所以就变成双方就你打过来，我打过去。因为这个最近升高的几个原因因为这个双方的互相攻击这个过去10年、2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就你打我几下，我打你几下。那最近为什么升高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在7月19号的时候，他炸死了一个真主党的一个地区的一个指挥官，那就是说很刻意的炸死了。那可是真主党立刻也回击7月27号，真主党攻击了这个在这个戈兰高地的以色列的一个足球场，12个小孩子当场毙命，所以这个事情就升高。可是现在很多大家在观察以色列跟这个黎巴嫩还有甚至他所有的这些除了这个巴勒斯坦以外的敌人以外好像基本上行为上都是怎么样，都是等比例的这样子互相报复。那也都不是刻意要造成双方平民大规模死伤的这样子的一个报复。那所以就变成这个事情演变到现在那么本来以色列媒体还说他昨天打了320发，说今天要打6000发，可是这个后来这个消息也解除了，也就没有再继续这样攻击下来。所以现在看起来双方都很在乎，就是说你被攻击以后你有没有做一个回击以对国内的老百姓来做一个交代。对，如果你国内老百姓没有进一步的不满的话，可能这个行动就停在这里。而且现在美国在这个中东里面，其实他是把军队大量的军队压进去以后他是怎么讲呢？避免战事的升高。可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在积极在推动这个以哈战争的停火。那以哈战争停不停火，就变成以色列跟他周边敌人打还是不打的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参考依据了。而这个谈判呢，事实上看起来有点扑朔迷离，那么好像基本上又快要达成了，又没有达成。可是呢，这中间最重要的在哪里呢？我认为关键就在内塔尼亚胡要不要买这个拜登政府的账。内塔尼亚胡如果愿意稍微收手一下，这个战争就比较容易停下来。那这里面的话，我觉得美国现在花最大的外交就是在内塔尼亚胡的政府里面，那么对他可能是威胁利诱。不过这个变数就是说，以哈战争停不停火这个变数我觉得也变成周边包括伊朗要怎么样跟以色列进行这种持续的相互打击报复的这个程度跟时机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所以我们也看都有打，可是也打不起来，也打不大。那说穿了，也就是说，其实即使是阿拉伯的兄弟，即使是回教的兄弟那么对于他们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兄弟在这个加沙走廊被屠杀也已经怎么样，也有一点麻木了，也不是愿意真正为他们出头了，所以还是考量自己的利益为优先了。好，来请教赖老师。以色列在7月30号把这个真主党的指挥官杀了杀了以后，真主党就说：“那我要反击你因为你杀了我的领导人，你炸了我的军事机构，我要反击。”以色列就说：“如果你敢反击的话，我就会对你实施先发制人，在你还没有出手之前，我再把你杀了
那因此呢，在24号跟25号，24号要过25号，那也就是在12点半、12点多的时候，那以色列说我出动的100多架的战机，对于这个真主党的1000多个发射器啊，那么几十架的无人机，我进行了这个攻击，所以摧毁了。但是大家看到的情况是，真主党说我发射了320枚的火箭弹，还有20几架的无人机攻击你，然后我只攻击你军事目标啊，也就是特拉耶夫的前面北方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些海军的军事基地，我没有攻击你平民百姓。问题是在于，以色列如果是出动的100多架战机打了1000多个军事目标，结果真主党还能够反击，然后再发射了300多枚的导弹。那现在以色列承认有一名士兵是海上巡逻艇的士兵被打死，2名受伤。现在不晓得是被自己打死，是被铁穹这个防空导弹自己误射打死，还是被他们的无人机那么贯穿、突破、渗透，也就是说突穿成功打死，现在不晓得。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目前真主党说我第1阶段的攻击完成，那我第2阶段的攻击还在准备中，那要看你以色列的反应的情况，还有就是以哈的停火谈判。另外他又说这是我们单独的行动，跟伊朗无关，因为伊朗的更大的反击可能会在几个月之后会有全面性的反击，很有可能就伊朗在等俄罗斯的 S-300跟 S-400的防空导弹部署到到伊朗去，然后他们也学会使用这个导弹，然后很有可能也会在4、5个月以后再反击，没有人知道。但是很清楚的是，中东地区的军事的升级，把美国的军事的力量都拉过去了，海军、空军的很大力量都被吸过去了。现在美国最担心的是，如果在南海爆发冲突呢？如果在台海，如果在日本海呢？所以我觉得苏利文就在这个时候选择赶快跑到中国来，因为他马上要卸任了，然后要卸任前赶快跑到中国大陆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要摸底嘛，摸有没有可能在南海，中国大陆借这个机会把菲律宾好好的打了下来。那这样的情形下，那也就是美国根本无力回防到南海。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讲，他其实想的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坏点子一肚子，坏主意一肚子，然后呢，他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怕这个，怕那个，不然苏利文突然间跑来干什么？他不是可以打2个战场？那嘴巴，那是嘴巴呀，他跟大陆一个战场都打不下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俄乌战争同样也在升温当中哦。我们来看看现在俄军已经在反攻的这个阶段了，因为这个乌克兰这一波的攻势不减，但是呢，俄罗斯在夜间的时候是对于乌克兰东部城市这克拉莫托斯克的一家饭店发动了攻击。那这个饭店里面呢，其实有2名路透社的记者是受伤了，还有1名这个团队的安全顾问是身亡。那这个记者分别是英国美国跟乌克兰的公民。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这事情也导致这个美国的一个关注，我就想说，怎么会让我们的记者也在那一边遭遇到这种状况呢？那另外呢，这个现在目前俄罗斯他这个贝尔哥罗德州的州长讲说，乌克兰以炮击也造成了我们5名的平民受伤啊。那他其实是在俄罗斯边境的当地那乌克兰连夜的夜袭造成了5人身亡以及12人受伤。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呢，他们讲说，有鉴于相连的库斯克州遭到入侵，所以他们现在增派部队到贝尔哥罗德州在进行防卫。那乌军打进来的确有影响到普京的一些支持度那目前全俄罗斯民调中心他们就有提到说，在乌克兰这个8月6号发动攻击这2周之内，
普京的支持率是73.6%，下降了3.3个百分点哦。那可是你看看它，其实3.3就感觉起来也不算降太多，但是标题上面就讲说哇，它创下了一个最大跌幅哦。那感觉上面这样的一个消息曝光，是不是为了要挫这个普京的锐气，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单位到底在俄罗斯有没有公信力，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哦。会不会是刻意要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乌克兰，他们讲说白俄罗斯现在想要假借演习的名义在边境集结重兵哦。我们来看看画面哦，就是其实白俄罗斯在这边，他们就说在这边有演习啊，是不是想要集结重兵从北面来攻乌克兰哦？他们这边现在部署了1/3的武装部队，所以也让这个乌克兰这边感觉非常的危急哦。基辅首都这里现在目前严阵以待当中哦。那另外泽伦斯基也讲说，他们的这个独立日他有提到。他说，普京是不断以核武恐吓所有人的病夫，将会对于俄罗斯产生就是进行更多的报复。现在这个泽伦斯基讲话已经好像不是以前的泽伦斯基了，讲话底气很足，因为他们现在有大反攻嘛。那他甚至讲说，我们有首次成功的用国产无人机导弹来击中了俄罗斯的设施。这个导弹叫做帕尼安尼西亚号啊。那它这个新武器比起之前的武器更加的快速。2个月前，其实乌克兰有宣布要大量生产航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的无人机。那他还讲说，现在支持印度来主办第2次的和平峰会。所以感觉上面现在这个大家都在抢这个国际上面的发话权泽伦斯基也要制造，就是要营造一种让国际之间对他有信心，才可以给予更多的支援因为毕竟美选可能是他接下来遇到最大的变数，他必须得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目前是有一所进展的。那再来，欧美现在也要出手干涉嘛，现在美国要在制裁，就是俄国跟这个中国大陆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他们说有一些中国大陆的公司好像卖给俄罗斯一些相关的电子产品。那布林肯讲说，现在要避免说这个逃避制裁的人包含了中国大陆以及那些支持俄罗斯未来能源产品出口的人。中国大陆商务部立刻予以反击他说这个是美国典型的单边制裁，你就是想要破坏国际贸易秩序然后刻意这样子就是冠一个罪名，然后来进行一些设限。那匈牙利一直以来也是在这一场这个俄乌战争当中比较是站在俄罗斯那一边的现在那个乌克兰可能要拿捏他了，要给他卡脖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要这个匈牙利我们从管线来看，他要买俄罗斯的石油，必须要先经过乌克兰。那现在乌克兰这边不给他提供了，所以中断。那结果现在看起来，匈牙利就指控讲说这个好像幕后就是欧盟你同意了这件事情，欧盟你是不是在从中作梗啊？你是不是在帮着乌克兰来这个对付我们匈牙利呢？欧盟执委会的发言人说，没有迹象表明乌克兰的制裁会危及到欧洲的能源供应，所以也没有太正面的回应。但是整体来说的话，现在看起来这场俄乌战争不断在升级，甚至这个影响面向又更加的扩大。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我觉得现在还在焦灼当中啦，所以我们很难判断。那有几个点当然值得注意啦，就是说那个乌克兰那个输甲，它能不能撑得住啦？那我觉得未来2个礼拜会看清楚啦。那另外一个就是乌东那个红军村，你能不能撑得住如果红军村陷落，那我认为乌克兰是已经得不偿失了啦。且不讲北部如何啊。红军村真的太重要了，这个会造成顿涅茨克俄罗斯目前只占了53%，它可能会大举变成到75%而且从红军村往前望，前面就是德涅伯河那整块很大的平地那乌克兰就要聚集更多的军队来守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符臭地带那各种物资也在这边生产所以我不知道泽伦斯基怎么算的啦，因为你要打北边，这里不能 loss 那不然这个 loss， 那我觉得就已经输了啦。且不要讲北边结果如何而且北边的结果，我认为，我不知道泽伦斯基为什么一直要去激普京就你就是个病夫整天只用核武器来吓我，你真的以为他不敢用核武器吗？因为他是把库尔斯克这个战争
把它定位为恐怖袭击。我们知道那个普京还去那个贝斯兰那个学校，不是去祭拜，五体投地祭拜，那当场就说攻打贝斯兰的恐怖的攻击，就好比这次的库尔斯克的攻击。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你不要把他惹怒了啦，惹怒了，搞不好真的就拿出一些重武器出来。因为以目前这个状况，他基本上就认为就是北约主导的嘛，而且北约也协力了嘛，而且现在美国不断的在开始准用美国的武器，直接使用在库尔斯克战场，对不对？所以你去想一想，普京会去怎么认知这个战争？我觉得他的定位就是北约允许乌克兰用恐怖袭击的方式进攻俄罗斯。我觉得他的定位可能就是这样。那这样的话，等于是北约违反了彼此之间的默契啦，允许乌克兰做这个事，那他接下来可能也要违反默契了。那违反默契就是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战争会往哪个方向走了，就是这样啊。比如说也有这些传闻啊，说你德国的豹一坦克如果在这里使用的话，我不排除打德国，或者是 F-16如果真的进来用的话。那 F-16是丹麦跟荷兰使用的，你记不记得普京之前讲过一句话，说欧洲有些人口稠密的小国，你就要注意了，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所有的那个本来有的默契都被超越那接下来就真的不知道攻击行动会发生到哪里了。那至于这个，我觉得泽伦斯基找印度真的很奇怪啦。事实上，印度是俄乌战争赚的最多钱的国家，还不知道吗？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还远远超过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对，他大概是俄罗斯最好的朋友结果你竟然去幻想莫迪会帮你忙我不知道了这个我也不认为印度会真心介入来协调俄乌战争因为它距离蛮远的。那可是。我不知道泽伦斯基怎么想的啦。事实上，美国如果要制裁帮俄罗斯的国家，那首先就要制裁中国、印度跟土耳其这3个国家都有按照美国的标准，就是这样好，来请教一下介老师。对，其实泽伦斯基他这个去刺激那个俄罗斯说尤其刺激普丁这个病夫其实这个是蛮冒险的。其实。普丁他只是恐吓、威胁要用核武对抗一些国家并不表示就是说他只是他不敢用，而是说还没有到用的时机。他是警告，如果到一个情况他就会用。他为了他的国家的这个领土主权完整，或者他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或者普丁本人的政治地位受到威胁，都很可能就动。怎么会到现在还不了解普丁呢？我觉得这个泽伦斯基基本就是一个赌徒性格嘛，对。而且他也不是真正的乌克兰人，他是犹太人他父母亲都已经移民回以色列去了。他这边鼓舞他的这个乌克兰同胞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不晓得动机何在真的。你真的要乌克兰民族跟这个俄罗斯民族最后这样同归于尽吗？也不会嘛。当然就是你乌克兰付代价嘛。那现在其实就变成就是说，其实。现在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往危险的方向走。你的战场如果说一直去打击俄罗斯本土的话，那俄罗斯本土是很辽阔，也不能让你随便打。而且现在乌克兰的武器，尤其在无人机导弹的部分很多军事观察家都说它有长足的进步，所以它现在一次都打40-50颗出去而且可以直飞到1700公里以外的俄罗斯的军事基地，把这个军事机的跑道或者甚至上面停的军机都炸毁，这都已经证实了。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乌军不断的扩大它的打击范围，然后呢，它的这种所谓的不对称的战力的武器尤其是无人机这些方面技术又越来越成熟，那你就逼着俄罗斯要重新考虑这个战争，因为俄罗斯的国土是不好守的俄罗斯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土。那这一次事实上乌军进入
这个俄罗斯国土，是让俄罗斯感到很意外的。对，所以事实上，这个乌军进入到俄罗斯国土，现在俄罗斯事实上他一下就丢掉1000平方公里土地，也不是他愿意的，而且他还移出了10几万老百姓，这个也是他愿意的。那他现在已经成了三个好边境的所谓的兵团，可是够用吗？很难说，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靠近这个乌克兰边界的俄罗斯的这个整个边界地带啊，也都是地广人稀，你要投多少军力下去？所以如果说要进入俄罗斯这个国土去打的话，对俄罗斯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他就要调整他的整个战略跟他的打击方式。对，那这个对乌克兰来讲啊，不是好事啊。好，来问一下赖老师，普丁的民调支持度跌了，跌了3.3%。绿营的媒体的标题是乌攻2，普京支持率大跌，3.3叫大跌。另外一个也是绿营的媒体，它的标题是乌军打进来削弱了普丁，他的支持度呈现2年半以来最大的跌幅，3.3。那很多人是标题党，就是看了标题就不往内看了。但你在往内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普丁的支持度还有73.6%，还是很高，很高的，比赖清德高很多，是高了20几个百分点哈。高了20几个百分点，比赖清德高那么多的时候，他的支持度，普丁的支持度是大跌。那赖清德要怎么定义？我想也请这个绿营的定义一下赖清德。他比那个他刚当选的时候多了一点。大涨这100日以来最大的涨幅这个就是你看可以看到这个一个媒体它的颜色多么的有趣我觉得不能小看白俄罗斯的动作，白俄罗斯动作最近一直在乌克兰的边界在征兵，而且一直在做演习，而且他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他的军队，他的国家如果被乌克兰侵略，他会立刻反击。那目前部队已经开始移动，集中到12万人了。那谁晓得是谁攻击谁啊？我们也知道，通常两国之间爆发冲突，有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是乌克兰但是可以做成为是乌克兰的攻击。所以白俄罗斯的这个动作其实有在牵制乌军的一个功能。那也就是说，必须让乌克兰他必须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开辟出另外一个战场。现在的战场都在乌东的北部，可是如果在乌西呢，在基辅，在乌西部分，如果一旦开辟另外一个战场，乌克兰的军队可用还是不可用？白俄罗斯如果也介入了，也就是说，白俄罗斯他宣布他的国家遭受到攻击，所以他被迫自卫反击。那他越过境来了，那么开始打进乌克兰的境内。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北约要不要介入？而且白俄罗斯也宣布了，北约如果有攻打他的话，他会毫不迟疑的第一时间使用核打击，会不会是核讹诈，还是核威慑，还是真的他会采用先发制人？